记录百万时光，我是 Hunter，欢迎到最新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来玩布鲁克家推出的漫威争锋游戏系列里面的这款超越版蜘蛛侠。这款玩具呢，其实我拿到手，然后拼好已经非常长一段时间了。可以看到，我这边其实很喜欢把这种超越版的玩具啊，都拿这个收纳袋收起来，说明书一张，然后是主体一个，剩下的零件呢，其实它零件并不算多。后面我们去聊这个超越版的毒液和这个蜘蛛机甲以及潘尼帕克的时候，我们再聊别的。那顺带一提啊，潘尼帕克我其实已经拼好，而且它根本不用拼了，反正我已经涂好放到这边。待会我们做一下横向对比。首先说明书的部分，目前出的3款超越版漫威争锋的玩具里面，蜘蛛侠的零部件是最少的。它的盒子虽然是差不多大，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板件简直就是一目了然。积木件说是积木件啊，其实就是预先给你剪裁下来，然后呢进行了预涂装喷涂的零件。但是这次抠色的部分依旧是不少，虽然比这个假面骑士还有比如说这个奥特曼系列抠色的部分呢稍微强一点。后续如果说我要拍这个之前跟大家去提过的机动奥特曼的玩具的话，大家会看到那边的这个背面的抠色可以说是惨不忍睹。零部件方面，其实总共板件就这么多块啊，而且我算了一下，好像零件也就大概50个零件就拼完了。总的来说，我大概是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把这款人偶给拼起来了。它整个开模的方式，还有它的零件设置的方式，其实跟Figurize Standard 就是 B 社的 FRS 系列的非常接近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配件部分。配件部分这一次的这个蛛丝给了一个弯弯扭扭的，但实际上你是可以稍微把它吹热一点，然后把它拉直。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次蛛丝的开模细节啊，我觉得整体的观感还是不错的，该有的这种麦克法兰老爷子以前当画师时候这种缠绕的感觉是做出来了。但是喷射呀，包括你需要通过加热把它捋直，并不是我自己把它搞得这么弯的。它装在袋子里面的时候，一开始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我就惊到了。确实这个地方可能保存的确实有点不当啊，在出货的时候。另外呢，就是可以安插在它这个蛛丝头前面的这个小的蛛网。这个小的蛛网，说实话，我觉得你给了一个小的，怎么说呢？在这个配件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你多少得给一个大的。然后再有一个是用这个蛛丝包裹，然后强化了它的硬度的这样一个全套。这个全套呢是可以一直包裹到小臂。我不知道游戏里面是不是这么一个设置啊，但是有一说一啊，我觉得这个全套，那怎么说呢？与其说是强化的手甲，不如说是像一个石膏件儿，看起来呢真的是怪怪的。而且呢，它也是只给了这个右拳，不知道游戏里面它是不是就只有做这个右拳的强化。换上去之后，你说蜘蛛侠他的一只手被打断了，刚刚开石膏啊，都有人信啊。这个地方呢，确实是非常的迷。那剩下的部件呢，其实就是它的开掌手型，或者说你叫它爬墙的蜘蛛手型。模具的锐度还是非常精彩的，包括呢这个手甲，就是每一个颧骨上面覆盖的这个甲胄，包括呢这个蛛网一般的这个刻线。手掌内部也都是就是有这个细节刻画。同时呢，这个金属红的颜色，它虽然不是金属色啊，但是它这个红很亮，作为一个高光的这个处理还是非常好看的。剩下的呢，当然是蜘蛛侠都应该配的这个蛛丝，射蛛丝的这个非常6+1 Rock and Roll 手型，整体的观感也还可以，并不肉。那么这边把它的这个替换小臂我先给它装上去啊。这款玩具呢，其实说实话，我们把这个镜头稍微调整一下。这款蜘蛛侠呢，你可以看到它身材是非常之高挑的，镜头稍微捋一捋，然后跟这边的这个 Penny Park 抱在一起，可以说是完全的不成比例。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系列出到现在，就是比较莫名其妙的一点。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款玩具的这个身高比例到底如何啊？我这边拿我下面的切割板来给大家去量一下。身高方面是
接近14公分。那这个身高呢，如果说跟一般的 Mobile Legends 的玩具放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去搭配比例的，可能可以跟一些比较小的或者说正儿八经的1:12比例的，比如说 Figma 或者说 SHF，电影线的一些玩具放在一起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你一旦跟这种稍微大一点的美系玩具放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整个的这个身形是要完全小一圈。但是如果说要跟超越版自己家的玩具放在一起的话，我就这边直接拿漫威线的做一个例子。这边的这个超越线的这个钢铁侠，电影系的钢铁侠，这个比例呢也不太对。这个蜘蛛侠的比例明显是修的更加游戏感一点。好与坏，我觉得这个是主观的一个看法，但这个身高方面就完全不行了。那虽然说这一个是电影线的 MCU 线的，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肩甲，但是我们知道这款装甲在电影线里并不是这么去表达，所以说这款玩具我根本好像就没有开视频吧。然后这次蜘蛛侠在肩甲方面还是有做出来，但毕竟可能游戏里面就这么设置的，但是我毕竟不是漫威争锋的这个游戏的玩家，所以说我是完全冲着这个造型非常纤细的这个造型以及它标榜的这个可动性，然后去入手这款玩具。待会儿我们来聊它的这个可动啊。那如果再跟它的这个其他的系列的人偶放在一起的话呢，它身高又是比较高的，所以说目前啊，我可以理解，就是漫威争锋的这条产品线，它是自己自成一个产品线的。然后呢，潘尼帕克的这个小人偶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立项存在，但它并不能作为一个正常比例，在它自己产品里面正常比例的一个驾驶员人偶存在。大概说清楚了吧？所以说，如果说你想拥有这个蜘蛛侠蜘蛛装甲的话，它的这个比例到底是怎么样的？后续关注拖延行的频道，我们再在横向的对比里面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玩具拼装完了之后，整体的这个素体表现到底如何。首先，一体性方面不用多说啊，没有任何问题，摇摇晃晃。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感实在是太轻了，就让我有一种之前玩 FRS 玩具的那种感觉，就是拼装的过程都是非常的轻松写意，但是拿到手上之后就有一种模型的，就是模型玩具的轻飘感，而不是成品玩具的感觉。但我相信啊，布鲁克他肯定是想往这个成品玩具去开发或者说研发的。那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它这次整体的这个预涂装部分。预涂装的正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甚至啊，因为它的刻线比较立体，我觉得是基本上在正常的裸眼状态下，可以不用去渗线，它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表现力。包括眼睛这个部分，类似于蜂巢一样的模具以及印刷，整体的立体感是非常 OK 的。虽然它没有替换头雕，没有这个睁大眼睛睁小眼睛的那种感觉，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不同角度看它这个头雕呢都是非常帅气的。然后包括呢这次这个金属蓝的发色都是没有问题。水口位呢开的这些地方其实无伤大雅，但是我这边是给大家还原一个原汁原味啊。那有些预涂装的部分，因为水口的原因，那就是这个颜色就糊掉了。但是如果你想补齐的话呢，黑色还是比较好补的，覆盖力和遮盖度都是没问题的。那看到背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啊，战衣比如说腰带的这个红色，它是没有继续延伸过去的，那就是戛然而止了。这点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你是按它的这个官网的价格去入手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的素质是对不起，就是完全配不上官网的价格。但是如果你是在其他平台，以一个大概80元以内的这个价格去拿到这款玩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但是它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比例，这个比例呢，它家得自成一派。那我也希望布鲁克能在这个产品线上继续的深耕啊，因为后续的一些玩具和后续要出的这个角色，我个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目前呢，这个毒液也好，钢铁蜘蛛或者蜘蛛机甲 SPDR 这两款产品呢，其实我觉得体验上面是远超这款蜘蛛侠的。后续我们再开节目来谈这款玩具呢，我们边看细节边看它的可动。头雕方面，脖子，然后再加上头部，它是两段，但是很可惜啊，你可以看到抬头幅度仅此而已，低头幅度还算不错，但是依旧略显僵硬。喉结处还有胸锁乳突肌这边是有突出细节，左右歪头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它上面的这个球头啊，
虽然是一个哑铃球头，但是我不知道它是过紧了还是怎么样，还是我自己没玩到位，它再怎么抬就只能抬到这个样子。所以说你想让它做出常规的，比如说 Mobile Legends 或者说 Marfex 那种可动级别，比如说爬墙的这个动作，它会做的稍微有些僵硬，头抬不起来。但是好在它的胸腰关节比较灵活，弥补了这一个缺陷。体重幅度呢可以直接仰到后面去，弯腰幅度呢一般般。说实话呢，我觉得拼装可动呢更应该能够设计成类似于 Jada Voice 那种高可动、高规格的拉伸啊，包括呢往前匍匐的这些动作啊，都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双手啊部分，这个屈肘幅度 OK， 然后大臂的旋转，包括这个往外拉的蝴蝶关节。这个蝴蝶关节非常好，可以做出类似于很多类似于死士这种比较搞怪的这个动作。包括呢，你如果是一个拳击爱好者或者格斗爱好者，你做出类似于 peekaboo 或者说费城壳的这种姿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手臂的这个部分，还有这种抱胸的这个动作，比较气派的这个动作，也都是可以做出来，非常的合适。但是接下来呢，就来到我比较不喜欢的髋关节。髋关节的部分呢，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有下拉，对吧？有大腿根部旋转，应该挺好玩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你有一个很灵活的髋，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比例的问题，还是说脚踝的问题，还是说小腿设计的过于修长，它做不出这个蜘蛛侠非常经典的就是蹲姿。你一旦要做出这种蹲姿或者说匍匐的这个动作，它整个人就会像一只螳螂，或者说像一只怎么说呢，就奇怪的生物。它的这个腿呢，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摆出这个比较自然的匍匐姿态，整体的观感会显得有些奇怪，或者说有点像大猩猩这样的质感。你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蹲下来，这个蹲姿你觉得好看吗？侧面很怪，对吧？正面呢，它整个人它又立得起来。那像这样含胸的这个蹲姿呢，又没有办法把这个腿完全贴合上去。整体来说呢，我就觉得是一个怪字，而且这个下拉关节我已经把它利用到极致了，依旧摆不好这样一个蹲姿的动作。那如果说常规的，比如说一手撑地，然后另外一只手这么张开这个蓄势待发这个动作的，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脚踝脱出而显得有些僵硬和尴尬。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髋关节还有这个臀部的比例，以及这个手部的整个手臂的长度，整体比例上面应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站姿方面非常修长好看，但是实际上仔细观察的话呢，身形比例上面有些失衡，不太经得起推敲。尤其是我认为蜘蛛侠来说，他这个非常精瘦或者说精壮的这样一个角色，那虽然有一些这种艺术加工和夸张化，但是虽然他不可能像刘备一样就是双臂及膝，但是这个臂展和他是身高的比例来说，我觉得也是失衡了，而且整个人会显得有点马杆身材。如果你不去做这种类似于啾啾力或者说顶髋的这个动作的话，稍微会显得这款玩具有点轻飘飘，有点瘦弱。那总的来说呢，如果10分满分的话，考虑入手价格，算是一款70分左右的产品吧。尤其是这款玩具算是这个系列里面第一款发售的。那如果你体验了后面的，如果你是先体验后面的这个蜘蛛机甲，或者是第2款毒液的话，那这款玩具完全是一个被吊打存在。这个系列的或者说漫威争锋的这个产品线，超越版的这个产品线，我还会继续期待下去。那希望这款产品作为这个第一作来说，应该它算是一个垫底的一个存在，但是后续呢会越做越好吧。那今天把握分享就到这边，我是托亚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